已经记不清我在学校门口等了多久，校园内似乎已经人去楼空，可我的女儿却还没有出来。我决定去班级接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昨天还干净整洁的学校变得破败不堪，我感觉有些奇怪。进门后，我便向着教学楼走去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学校操场上突然起了雾，几只乌鸦落在篮球架上，处处透露着诡异。忽然脚步声渐渐响起，一个人影向着我靠近。什么人？直到那人走近，我才看到一名穿着衬衫的男人出现在眼前。他戴着的胸牌上写着教导主任李宗平。李主任，学校还没放学吗？我姑娘还没出来。马老师，下次不要再这么冒失了。李主任面无血色地递给我一张纸。冒失？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说我进班级接我女儿吗？而且他为什么叫我老师？我接过纸张，刚要询问放学的事，然而我一抬头，李主任却不见了踪影。太诡异了，我有些紧张起来，看向了手中的纸张。欢迎来到麻吉中学，教师上任前请注意以下规则：一、上课期间不要回答学生的问题；二、上课铃响之后注意手机电量，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响起；三、图书馆是安全的，但请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；四、离开教室请不要走门，窗户是你唯一的出路；五、远离身上有泥土的人，因为他们不是人；六、不要闭眼，你的学生不希望你睡觉；七、害怕就快点跑起来，千万别回头。突然响起的上课铃打断了我，我看着这诡异的一切，加紧脚步向着教学楼跑去。这时我听到身后发出了阵阵笑声，我回头看去，原本空无一人的操场上竟然站满了学生，他们每个人都在喊着我的名字，听起来非常瘆人。他们的脸上都蒙了一层雾气，根本看不清。害怕就快点跑起来，千万别回头。我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，难道这个规则是真的？太可怕了，我必须得赶紧找到女儿。刚进入教学楼，就看到一个满身泥泞的学生站在大厅中央。马老师，马老师。他的眼神紧紧地盯着我。远离身上有泥土的人，因为他们不是人。想到规则上说的话，我假装没听见，赶忙远离了他。可他却像是盯上了我一样，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。老师，你怎么不过来？你快过来呀！上课期间不要回答学生的问题。他穷追不舍地追问着我。你怎么不过来？不要回答他，不要回答他。我的内心疯狂地咆哮着，仿佛下一刻他就会追上我。对了，图书馆。规则上说图书馆是安全的，但请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急忙往图书馆跑去。进门后，我直接将门紧紧地反锁。马老师，过了半天，门口才没有了学生追问的声音。我松了口气，可下一刻，一个绝望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浮现：女儿会不会也会遇到他？我急忙掏出手机，眼看手机马上没电，我拨通了女儿的电话。滴滴滴的手机铃声在门口响起。难道我的女儿就在门口？不行，我必须救我的女儿。我急忙来到门口，可门上的玻璃却倒映出我自己的样子，一身泥泞，口鼻处还不停地有土渣掉落。看着玻璃前的自己，我内心充满了疑问：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可置信地打开了房门。我好像想起来了，我是一名老师，也是我女儿的班主任。地震了，快跑！老师，现在不是上课了吗？为什么要跑呀？害怕就快点跑起来！快跑，千万别回头！快从窗户走！马老师，马老师！马老师，你怎么不过来？你快过来呀！马
睡觉呀。马老师，你放心吧，全班的同学都没事，我带他们来看你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哪儿？真的好想你呀！你什么时候回家？马老师，下次不要再这么冒失了。请不要待在房间里超过7个小时，否则你将永远不会醒来。我在电梯里看到了莫名其妙的规则，然而加班的疲惫感让我没有在意。猛然响起的敲门声吓了我一跳，那声音非常急促。我走到门口查看，才发现是隔壁有人在敲门。原本紧张的我也松了口气。正当我准备进屋的时候，身后响起了沙沙的声音。回头发现一张破旧不堪的纸张正顺着门缝塞了进来。出入平安公寓规则：1. 不要待在房间里超过7个小时，否则你将永远不会醒来。2. 房间禁止拉开窗帘，因为房间没有窗户。3. 如果你发现房间内的水龙头没有损坏，请及时联系楼管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4. 楼管查房时不会敲门，如果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发出声音，因为他不是人。这个规则有什么用？我感到非常的疑惑，正想将纸张丢下，可手上突然传来了黏糊糊的触感。我的心突然一慌，紧张地翻开了纸张，背面沾满了血渍。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了，在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病人，千万不要相信楼管的话，听我的赶紧跑。因为看着没有写完的句子，我一时之间有些慌乱，这张纸是谁塞进来的？可手中纸条上的血渍仿佛说明了一切，冷汗顺着我的额头流下。快出来，别在房间里了，这些房间都有问题。突然我的房门被敲响，敲门声越来越急促，眼看门板已经有些变形，难道隔壁的人已经遇害？现在轮到我了。你是谁啊？你再敲门我就报警了。突然间门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的猫眼上查看情况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。这又是谁在搞恶作剧？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脚下一阵冷风吹过，我低头却发现一团雾气顺着门缝飘进了房间，雾气一碰到我就附着在我的身上，紧紧地缠绕在我的脖子上。一瞬间我感觉喘不上气，身上也使不出一点力气。看着墙上的钟表已然超过了7个小时，这个规则果然是真的。然后呢？面前的医生冷眼听着我讲述的故事，颈部现在还传来阵阵的灼烧感。那个梦境无比的真实。医生眯着眼跟我说道：听我的，那个地方不要再住了，你住的那是所谓的串串房，你身上的症状也都是因为甲醛中毒产生的，因为大脑缺氧，外加上工作压力大，才导致你出现做梦的情况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既想住的便宜，又想装修好看，有些黑心商人呢，就是抓住了你们的想法。听着医生的劝告，我了解了自身的情况。可梦里那些奇奇怪怪的规则又是什么情况？甲醛溶于水，而且甲醛遇热见光都会挥发，一般人在甲醛房间超过一定时间都会有损伤。明知道有问题，为什么还要租给别人呀？他们这么做不就是草菅人命吗？济市昨夜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，目前凶手在逃中。我颤抖着拿起手机想要报警，男人淡定地说：我劝你不要报警，因为在他们来之前，你已经没命了。清早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，男友正站在门外，他似乎有些疲惫，头发凌乱。他表明想在我这里暂住几天，我满脸惊讶他突如其来的想法，因为我们也刚认识不久。我和他是在餐厅里认识的，也是他主动来添加我的联系方式，经过几日的相处后，才刚确认了关系。我没有直接拒绝他的请求，微微抿了抿唇，还是让他先进了屋子。我倒了杯水递给他，询问起他为什么突然要在我家暂住，可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眼神中仿佛隐藏着很重的心思，随后挤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。遇到点麻烦。他的话中略带些无奈，还没等我继续追问，他低沉的话语再次响起：我饿了，有什么吃的吗？我愣怔了一下，平常我根本也不做饭，家里并没有余粮。那你等着，我点个外卖好了。我抓起了手机，扭头冲他挤出一个笑容来掩饰尴尬。下完单后，我望向了男友，又尝试着想继续刚才的话题，可他一直低着头，不停地摆弄着手机，气氛压抑的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打开了电视，想着放点声音缓解一下，恰巧电视里正播放实况新闻。是昨夜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，目前凶手在逃中，伤者已送到医院抢救。各位居民如遇到有用线索，请马上通知。猛然间，我的瞳孔收缩，两只手不停地颤抖。男友的照片赫然出现在电视上，一瞬间我大脑宕机，眼神不自觉地瞥向了男友，而坐在沙发上的他不知何时已经抬起了头，全程淡定地看着电视中的画面。
我捏紧了手机，下意识的想要报警，可男友的话突然缠绕在我的耳边，让我浑身一哆嗦。我劝你不要报警，因为在他们来之前，你已经没命了。我害怕地吞了吞口水，但身体却丝毫不敢动弹，依旧能感受到男友锋利的眼神在死死盯着我，似乎只要我有所举动，他立马会对我下手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门口的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是外卖小哥。我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般匆忙的起身，男友却抢先一步打开房门，面无表情地说了句谢谢。我费力地踮起脚尖，在他身后不停地向外卖小哥使眼色。祝您用餐愉快。外卖小哥转身离开的刹那，我绝望的连眼眶都红了。我僵硬地坐在沙发前吃着饭，心里一直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入口的饭菜也在此时难以下咽，今天的外卖味道很怪，又咸又涩。我下意识皱了皱眉，随即灵机一动，我啪地把筷子拍在茶几上。今天这外卖怎么这么难吃？我一定要给他差评。男友的视线死死盯在我的脸上，似乎想看穿我的意图。我大气都不敢喘，刻意让自己的样子表现得自然一些。接着他也尝了一口外卖，随即皱起了眉头。是挺难吃的，对吧？这种必须给差评。我装作十分气愤的样子，在他未反应过来前麻利地掏出了手机。男友阴冷的目光一直在我脸上打转，我刻意屏蔽了他的审视，手上不停地摆弄着。陡然间，一股冰冷的气息笼罩着我，转头看去，男友不知何时森森然地凑近了我。啪的一声，手机滑落在茶几上，在寂静的客厅中尤为刺耳。我手忙脚乱地去捡手机，男友却先我一步将它握在手里，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：打开。我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，颤抖着解了锁。男友检查了评论内容确实无异后，才把手机扔给我。我下意识地松了口气。不久，门外再次响起敲门声，男友戒备地从猫眼向外望，是刚才的外卖小哥。不好意思，刚刚还有2杯饮料忘记送来。他满脸陪笑地举起了手上的饮料。男友迟疑了几秒，这才打开房门。就在他要关门的瞬间，豹子叔叔突然冲了进来。我在给商家差评前，先快速给骑手打了赏110元。我只能赌外卖小哥能看懂我的求救信号。最初小哥只是茫然，直到他联想到我挤眉弄眼的画面，才意识到我遇到了危险，所以果断报了警。如果许久未见的朋友突然联系你，你会害怕吗？在吗？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我，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。我皱了皱眉，这不是珊珊吗？想着毕业以后也快5年没联系了，突然间找我，这是出来喝点吗？想你了。也许是看到我没回复，他又发来2条消息，喝点。珊珊她心情不好吗？想着我俩上学时关系一直还不错，又看了眼地方离我这里不是很远，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。我顺着导航走了过去，明明是我每天都会路过的街道，今天却格外的让人陌生。到了地方后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十分意外，因为我竟然走到了一处拆迁大楼门口。阴森的大楼散发着破败的气息，隐隐让我有些不适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嘴里嘟囔着，于是我立刻给珊珊发了消息：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等了好一会儿，她也没有给我回复，周围没有一个人路过，我顿时有些害怕。一阵风吹过，我吓得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，抱紧自己的手臂，有点不敢在这里等下去了。我赶忙给珊珊打去了电话。突然，一阵手机铃声悠悠地响起，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极为刺耳。我吓了一跳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耳听着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却迟迟没有人接听。不对，冷汗瞬间从我的额头滴落，这铃声竟然是从我身后漆黑的大楼里传出来的。我吓得根本不敢回头，立马夺命般跑了起来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的心还依旧砰砰直跳。再看了眼手机，珊珊再没有给我回复任何消息。直到第2天，闺蜜来我家玩，想到她和珊珊是一直有联系的，我便把昨晚这件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啊，她不是在家带孩子吗？怎么有时间这么晚出来找你啊？你等等。闺蜜直接给珊珊打去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看见闺蜜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白，随后她按下了扩音键。啊，我没联系她呀，我手机啊前几天被偷了，才补的卡。那昨晚找我的是？快报警！床下有个人！一阵细微的声音从耳边传来，我不耐烦地睁开了眼睛。自我怀孕之后，总感觉自己有些神经衰弱了。看了眼时间，凌晨3点05分，我悠悠叹了口气，随后便想着去上个卫生间。可接下来的事却让我不寒而栗。上完厕所后，我刚准备回到卧室继续睡觉，却发现厕所的窗帘竟然没有拉上。也不知道老公装修怎么想的，非要给厕所装个透明玻璃。
就在我刚准备拉上窗帘时，我突然注意到床下似乎有一团黑影。我慢慢透过窗帘再次望了过去，瞬间如坠冰窖。我肯定没有看错，那是一个人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冷汗顺着额头滴落下来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此时的老公还躺在床上睡觉，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危险。我不确定床下的人有没有注意到我发现了他。如果我走出去，那他会不会直接对我们俩下手？不行，我得报警。我翻找着手机，坏了，手机在床头。我的身体抑制不住的发抖，必须要想办法把老公也喊到卫生间。我长呼一口气，做好了心理建设。老公，我肚子疼，我可能要生了。我颤抖着声音，大声呼喊着在床上熟睡的老公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到老公匆忙地跑了进来，我立马抢过他的手机。快报警！床下有个人。他看到我特别惊恐的眼神，也就愣了片刻的功夫，便硬着头皮陪着我演戏。我这就找救护车，你再忍忍。我装作肚子很痛的样子，几分钟犹如过了几个世纪般难熬。门外传出悉悉索索的声音，我大着胆子偷偷瞄了一眼，半张人脸赫然出现在玻璃窗上，我只能用尖叫掩饰着内心的恐惧，直到听见了门外咔嚓一声。走了吗？我俩没敢直接出去，又等了一会儿，确定外面没有任何动静之后，老公拿着厕所的拖把，这才缓慢地打开了门。警察很快来了，我们调出了监控，这才发现原来在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，他就进了我们屋子，时间距离我醒前后也就不到5分钟。然而更让我心惊的是，他手上还拿着一把刀。那可怕的声音又开始了。啊！我不怕，我不怕。已经记不清我躲在衣柜里多久了。爸爸离开前把我放在衣柜里，他说千万不可以打开柜门，否则可怕的怪物就会找到我。可是我好饿啊，喉咙也像是被火烤过一样，眼泪也不争气地流下来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颤抖着手想去推开柜门，突然一阵可怕的声音传来，我吓得立马缩回了手，畏缩在角落里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要把我吞噬掉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，外面的惨叫声似乎变少了。是怪物离开了吗？肚子又开始咕咕乱叫，我鼓起勇气再次推开了衣柜的门。外面的空气很浑浊，让我恶心的想吐。屋子里黑漆漆的。现在是晚上吗？我想要打开灯，可是按了几次开关，灯也没有亮。与此同时，有几缕阳光透过缝隙打在地面上，我这才发现窗户上横七竖八地砸了很多木板。爸爸把窗户封住了，一定是害怕怪物从窗户跑进来。这群可恶的怪物！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，翻来翻去却找不到一点吃的，水龙头更是一滴水没有。我太渴了，只能喝点花盆中积下的水，想吃花叶充饥，却怎么都嚼不烂。我有气无力地坐在沙发上，外面奇怪的声音依旧响着，忽远忽近。我好奇地趴在阳台的缝隙里向外张望，天都是雾蒙蒙的，什么都看不清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了激烈的敲门声，是怪物！我吓得转头就跑，然后钻进床底下瑟瑟发抖。敲门声不绝于耳，多亏爸爸加固了门板，怪物终是没能闯进来，而我也被吓得尿了裤子。爸爸依旧没有回来，我的等待遥遥无期。马桶上水汽的水已经快被我喝光了，尽管它有股铁锈味，却也让我活着，大概是喝生水的缘故。我的肚子很疼，如果换作从前，爸爸一定会带我去医院，可现在我连门都出不去。我很想念爸爸温暖的怀抱和外面新鲜的空气。走廊里再次传来类似畜生的吼叫，我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，直接钻到了床底下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许久，那吼叫终于消失了，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哭声、绝望的呐喊和玻璃被砸碎的声音。我想我快要死掉了，因为我的视线开始模糊。我不能死在家里，我要去找爸爸。在火车上睡觉的我，竟然被一个陌生男人盯上了。凌晨，我踏上了回家的火车。考虑到起身来去都比较方便，我买的是下层的卧铺。昏暗的车厢里此起彼伏响着呼噜声，我疲惫地躺在卧铺上刷着手机，伴随着车厢的晃动，困意渐渐向我袭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发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。睡得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感觉一团黑色的东西似乎在向我靠近，他的视线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，这种黏腻的感觉让我非常不舒服。我想翻个身，却发现自己浑身都动弹不得，下意识以为自己是在鬼压床，因为之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并没有太在意。直到一阵风呼地吹在了我的耳边，这风怎么是热的？
我瞬间吓得睁大了眼睛，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望了眼周围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侧边的铺子上，一个大姐依旧在打着鼾。我咽了口口水，看了眼窗户外，天色依旧黑着。我拿起手机，没想到才4点多，好像做噩梦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终于回到了家，我立刻窝在了床上，想睡个回笼觉。刚掏出手机，就发现有好多未读消息，都是来自一个名叫花开富贵的人。我印象中似乎没有这么一个好友，直到他的下一条消息发来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晚上睡觉别总踢被子，昨天晚上帮你盖了好几次，你的手和身上都是凉的呢。冷汗一下子打湿了我的后背，他的话瞬间让我鸡皮疙瘩爬满全身。昨天晚上那不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吗？我点开了他的头像，照片应该就是本人，一个两眼无神、长相猥琐的中年大叔。可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男人见我许久不吱声，再次发了消息过来，这是一张我的照片，而照片里是我在火车卧铺上熟睡的样子。你睡得可真香。他的话让我像吞了苍蝇一般，脸色差到极致。想到我睡觉时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对我动手动脚，甚至用我的手机加了好友，我竟然丝毫不知情，顿时让我觉得毛骨悚然。你个变态，我要报警！男人看到我的消息，瞬间安静下来。等我再去指责他时，我已经被他先一步拉黑了。警察根据我提供的信息，很快锁定了他。他是跟我同车厢的乘客，承认了自己因为看到我独自上火车，这才动了歪心思。请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，他真的会在关键的时刻救你一命。那天刚聚会完，已经12点多，我搀着喝多的闺蜜正准备送她回家，走到楼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她竟然忘了带门禁卡。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门却突然打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门缝里探了出来，手上正接着电话。出于礼貌，我说了声谢谢，便搀着闺蜜继续往前走。进了电梯后，我突然发现那个男人正好站在我们身旁，他的眼光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们。闺蜜没有丝毫的防范意识，她直接伸手就想去按楼层按钮。出于女人的第六感，我立即制止了她，拉住她的手假装聊着天，余光却一直瞥着旁边的男人。男人见我们迟迟没有反应，他便按下了顶楼24楼的按钮，这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先知道我们停在哪个楼层。此时我已经预先脑补了一些可怕的剧情。闺蜜按下了23楼，随着电梯缓缓上行，气氛也越来越压抑。到了23楼后，我的心也逐渐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拉着闺蜜慢慢走出电梯，可总感觉身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视线正死死盯着我们，直到电梯门关上才稍稍好些。但我并不敢放松警惕，由于是后半夜了，周围特别安静，所以楼间的任何响动我都可以清晰地听见。可是从楼上电梯打开之后，声音便戛然而止，并没有听到任何掏出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我突然慌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刚刚那个男人很有可能会下来找我们？我催促着闺蜜赶紧找钥匙开门，她还迷迷糊糊的低头，一直在包里翻找着钥匙，还一头雾水的小声嘟囔着：别着急呀，东西太多了，你在找呢。此时我根本来不及跟她解释，只能尽可能催促着她赶紧开门。我用耳朵贴着靠着安全通道那一侧的墙，没想到真的印证了我的猜测。楼道间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而且越来越近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她真的下来找我们了。好在闺蜜终于把钥匙掏了出来，我赶忙抢夺了钥匙，正准备开门，但人在慌乱之下，手一直在颤抖着。就在我深呼吸，好不容易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我转头看到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。映着安全通道的绿光，那个男人正探出了半个脑袋，死死地盯着我们。我甚至能看见男人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这一幕让我几乎忘记了呼吸。我赶紧转动钥匙，推着闺蜜进了屋并关上了门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眼睛顿时湿润了。闭上眼睛，刚刚的画面依旧历历在目。闺蜜看我的状态不太对，这才凑近了我。怎么了，依依？我看着她满脸不解的样子，顿时感觉十分无奈，便把刚刚的事情与她讲了一遍。可闺蜜似乎并不相信我说的，我咬了咬牙，便凑近猫眼往外看去，一只硕大的眼睛正贴在猫眼上。我吓得倒退了2步，捂住嘴示意着闺蜜上前，她这才脸色煞白，毫无醉意。我颤抖着手报了警，直到警方赶到把她揪住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其实是这栋楼10楼的业主。那天看到我们2个姑娘，其中一个还喝多了，便见色起意。如果我没送闺蜜回家的话，闺蜜会遭遇什么便不得而知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自己一个人住真的不要太晚归家，如果偶尔晚归，也尽量保持清醒警惕的状态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2018年11月，为了节省房租，我租了一间单身公寓。看着破旧的大门，我问房东能不能帮我换个门。这门很结实，这么久都没出事，换不了。看着房东坚定的眼神，我有些无措。可这房租确实便宜，我便咬咬牙租了下来，喊人上门换了锁。2019年1月，出差了好几天，听说前2天好几户人家门锁都被撬了，
被偷了好些东西。隔壁的小情侣家被偷得最狠，连晚上吃剩下的排骨汤都被连锅端走了。看着小姐姐唉声叹气借菜刀的模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我仔细检查了我家的门锁，似乎没有被撬开的痕迹。2019年2月，过年回来后就听房东说要涨房租，原因是他帮我们这栋楼找了一个守夜值班的大爷，还是因为之前遭小偷惦记的事情，房租涨了500，让本不富裕的我雪上加霜。上个月同事还让我和他合租，看来我得考虑一下了。2019年4月中旬，最近总加班，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了，钥匙孔又生锈了，抽空得找个师傅看看了。最近这么晚还有人搬家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2019年4月下旬，没想到我居然遇到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闺蜜在我家玩了2天刚走，却突然有人敲了我家的门。这种单身公寓都没猫眼，开始我以为是闺蜜去而复返，但我问了门外好多遍，却没有任何人回答。楼道的脚步声响起，特别清晰，一直在门口徘徊，一下一下踩在我的心头上。我再次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搬家。2019年5月，最近我失眠更严重了，因为从那天之后，我经常在深更半夜听到门外有脚步声，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我问过房东了，他说应该是大爷在值班。难道真的是我多想了？不对呀，大爷一般不是到凌晨1点左右就休息了吗？我难道幻听了？突然想到隔壁的邻居都搬家1个多月了，可我也总能听到他家似乎传出来有人念叨的声音。不行，太恐怖了，我还是得搬家。2019年6月，我被人盯上了。我刚从快递站取完快递，便往家走去。突然，我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我的身后好像一直有个人在跟着我。我吓到了，直接僵在了原地。但更可怕的是，身后的人竟然也不走了。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许久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疯了一般冲上了楼，头都不敢回。我赶紧冲到了家门口，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但因为钥匙孔生锈，我一直没能打开。此时他已经走到了我的身后，正站在那里看着我一动不动，然后打开了隔壁的房门。2019年7月，我终于搬走了。听房东说，隔壁那个小伙精神不太正常，他总喜欢跟着女孩屁股后边跑，但都没恶意。可我再也受不了了。自从我知道他住我旁边之后，有一天晚上，我仔细听了一会儿隔壁的念叨声。这次我终于听清楚了，他竟然一直重复念叨的是我的名字。如果有人拿了你老公的电话，说他已经死了，随后又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你会接吗？那晚我肚子隐隐作痛，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到日子了，但家里没有多余的存货，我便让门外在打游戏的男友帮我去买卫生巾。他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了，可是等了很久他都没回来。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半夜了，我不免有些担心，便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男友很快便回复，你在哪？看到消息的内容我有些困惑，因为这根本不像是男友的语气。你是？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你是住在马吉小区吗？能说下具体位置吗？我这就给你送过来。看着消息内容，想到男友确实丢三落四，估计是把手机弄丢了。为了确定事情的真实性，我给男友备用机打了电话，可打过去发现一直没人接，但我还是担心对方是坏人，便警惕地给他回复了消息。他现在我联系不上，稍微晚点我再与您联系。不用了。面对这3个字，我有些疑惑，难道对方生气了吗？他再也用不上手机了？什么鬼？这句话让我有些慌神，接着对方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手脚冰凉，脸色骤变。他已经死了。我还来不及深想，对方直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电话。我彻底慌了神，手指开始不停颤抖，却始终不敢按接听键。对方的一系列举动都透露着反常。视频电话再次打来时，我直接挂断。对方见我不接视频，就拼命地给我打电话。此刻我忐忑不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不敢再往下想了，只能不停地联系男友的另一部手机，祈祷着他能平安。就在我绝望的快要流下眼泪时，另一部手机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，我到了。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是谁到了？是男友到了家门口，还是电话那头的人找到了我？我缓了一会儿，出于担心，我还是决定去门口看一眼。我小心翼翼地踢掉了鞋子，光着脚挪到了门口，随后朝着猫眼望去，可昏暗的走廊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突然，半张脸从旁侧伸了过来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直接跌倒在地上。我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不停地往屋子里挪。怎么不开门？我到家门口了。此刻我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基本确定门口的人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恐惧，紧紧咬住嘴唇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婷婷，开门，是我。竟然是男友的声音。我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，冲向门口，可当我碰到门把手时，我又犹豫了。这不会又是坏人的诡计吧？我猛地把手抽出来，壮着胆子看向猫眼儿，
当我看清男友的脸后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我赶紧打开门，警惕地四下瞧瞧，然后快速将他拉进屋子，果断反锁了门。你怎么了？男友一脸不解。我用力搂住男友的脖子，带着哭腔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怪不得一直有人在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呢，接了电话又不说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后来干脆把手机给静音了。刚才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徘徊，看到我从电梯里面出来，就神色慌张的离开了。经过我俩的分析，男友因为怕麻烦，所以他的手机密码一直设置的4个0，这才让那个坏人直接破解了。至于手机是被偷的还是丢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随后我们商量着说，如果这个人再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来就报警。可是等了许久，那边与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干脆在隔天补了一张卡。丢的手机也是老款的，正好换一台新的，也没必要再去找了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可几天后，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通知再次让我们紧张了起来。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醒女性业主夜间出行注意人身安全，因为最近有不少女性业主反映自己被陌生男人尾随的情况，有的家里门把锁被拧，还有的是被人狂按密码锁。随后小区群里又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。读完这些内容后，我的手心儿全是汗。男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，那晚看到的应该就是他。难道从那晚开始，他就一直徘徊在小区里，对女性伺机下手？这样想着，我的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匆忙搬了家，后来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。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留个心眼，我们的手机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，不要给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。你真的有仔细看过自己的照片吗？奇怪了，我发现最近对面总有一个人往我家里望，还时不时冲我这边招手。他不会是变态吧？因为加班太晚，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闺蜜的消息。她这个人一直大大咧咧的，我真担心她会出什么事。我立马甩了个视频过去，看到闺蜜嬉皮笑脸的表情，我顿时没了好气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她看到我的表情很严肃，顿时也收敛了起来，随后便仔细与我说了一遍经过。这几天她每次准备拉窗帘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对面阳台上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，而今天那个男人甚至还朝她挥了挥手，嘴里似乎还在嘀咕着什么。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是确实有点奇怪，那个人还在那吗？应该吧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顺着镜头的翻转，画面最终锁定在了闺蜜所说的阳台，可阳台上并没有人。哎，他不在那儿。我皱了皱眉，安慰着她可能确实是想多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闺蜜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。敲门的声音很响，听得心里直发毛。闺蜜显然也被吓倒了，脸色铁青的愣在了原地。有人吗？我是住你对面楼的，有事情找你。一个沙哑的声音透着门缝传了进来，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，赶忙提醒闺蜜千万不要开门。听到我的话，闺蜜好像也缓了回来，壮着胆子对门外喊：别敲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听到闺蜜的话，门口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过一会儿便响起了脚步声。她应该被吓走了吧？闺蜜小声地跟我说：真是什么人都有，你晚上别出门啊，再有人敲门你就直接报警。看着闺蜜似乎还心有余悸，我又陪她多聊了会儿，才挂断了电话。但不懂为什么，我隐约还是觉得不安。隔天晚上，闺蜜发来了一张自拍照。叶子，你给我买的耳钉到了，你看好看吗？我顺手点开了照片，是她站在客厅对着自己拍的。这款是真不错，果然我的眼光好。刚回复完她，我鬼使神差的又打开了她发来的照片，想再仔细放大看一下。可这一看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因为就在她耳朵后面的窗帘边缘，赫然露出了半张脸，那轮廓明显是一个男人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心如擂鼓，不停地想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我并不敢直接打电话给闺蜜，因为我怕告诉她，她一个女生必定会惊慌，万一被屋里的男人察觉到了，跑都来不及。想了想，我发了个消息给她：我刚好路过你的小区门口，东西有点多，你下来接我一下。我捏紧手机，相信自己这样说她一定会立刻出门。果不其然，哇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下楼。闺蜜兴奋的语音发了过来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紧接着我就打了报警电话。在说明情况之后，我便赶紧往她那边赶去。上了车，我又给闺蜜拨了个视频电话，看到她视频的背景已经在楼下。我刚想松口气，却发现她后面有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楼洞里快速走了出来，想说出口的话顿时卡在了嗓子眼。你走快点，先去门卫，我马上就到了。一直等到她走到门卫处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，把刚才的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只见闺蜜的脸肉眼可见的发白，吓得浑身发抖。直到警察来了以后，调取了相关的监控，
才发现那个男人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进了小区里，一直没有出来过。后与周围邻居了解情况，原来对面楼的大哥一早就发现窗帘后的异常，但又不确定，所以才上门想来跟闺蜜确认。直到警察抓到了那个男的，才知道他竟然早几天前就从闺蜜晚上忘锁的窗户上翻了进来，甚至病态似的和闺蜜同住一个屋子里。所以独居的女孩，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睡觉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门窗。我居然因为一件送错的快递差点丢了性命。那晚我刚下班回家，门口就传来门铃声。您好，您的快递。我没多想应了一声。啊，麻烦放门口吧，谢谢啊。待快递员走远后，我便开门把快递拿了进来，心想着应该是老公出差在外面给我买的特产。可仔细看了眼快递面单，上面的地址门牌号是对的，只不过他是隔壁撞的，收件人我更是完全不认识。好在面单上有他的联系方式，想了想，我便打了电话过去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对方是个温柔的男生。你好，我是 A 幢402的，您的快递送到我这里了。我与他说明了一遍事情经过。这应该是快递员粗心搞错了吧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就放在门口，我晚点去拿。我便直接应了下来，把快递放回了门口。隔天一早，我发现快递果然被取走了，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却没想到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之后没过几天，门口又出现一个快递。这怎么又是隔壁楼的快递啊？这快递员怎么回事啊？我虽然有些生气，但还是决定打电话给邻居。啊，又送错了，真不好意思，你方便帮我放到门岗吗？我看了一眼眼前的快递，这次的快递是一个比较大的箱子，看上去有点重量。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犹豫。家里有男人吗？这个快递有些重，你一个人应该搬不动吧？这个我确实搬不动。在他说了会自己来拿后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门外有悉悉嗦嗦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透过门眼往外望去，可却发现门外一片漆黑。我有些纳闷，就在我再次看去时，门外又恢复了正常。晚上和老公打电话聊起了这件事，他提醒我，如果再有下次就直接打电话给快递公司，不要随便和对方联系了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第3次很快就来了，但这一次却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。你好，你是叫于小莫吧？你有快递被送到我家了，你方便来拿吗？听完他的话，我有些尴尬。真不好意思啊，你方便帮我放在门岗吗？好吧。我微笑着向他道谢。取回来后看到确实是老公前些日子买的咖啡机到了。然而这件事之后又过了几天，我再次收到了一份寄错的快递。原本我想打给快递公司的，却没想到邻居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有份快递寄到你那里了？他的语气有些着急。对，是有一份你的快递在我这儿，要不我还放门口，晚上你来取。不，这份快递非常重要，你放在门口我怕丢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它拿回家，晚上下班后8点左右我去你家取，到时候你再放在门口。对方的态度诚恳，我想了想也不好拒绝。行吧，那我先把它拿回家吧。中途我还给老公打了个电话，听说别人要来我家取快递，他让我一定要记得把快递提前放门口。如果快的话，我晚上也能到家了。我点头应道。眼看着已经到了晚上，只不过时间还没到8点，门外就有了动静。一阵门铃声响起，我吓了一跳，刚准备询问时，对方先开口了。你好，我是你的邻居，我是来取快递的，今天下班早了些。听到是他的声音，我心里却平静了不少，想着人家特地来取快递，我不开门好像也不合适，便拿起那份快递走到了门口。开门之前我犹豫了一下，把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，突然一只手伸了进来，我脑子嗡了一下，意识到不对，紧紧地拉住门把手，一张脸瞬间出现在我眼前。他长相凶恶丑陋，面目狰狞可怕，此时我害怕极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你干嘛？你是谁呀？我壮着胆子喊道，他却对我毫不理睬，只是慢慢拉大了门缝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的力气根本抵不上人家，只能冲着屋内大喊：老公，家里接人了！老公，别费力气了，你家里没男人。他一脸邪笑地看着我，我最终还是没挣脱过他，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。我看到他手里拿着尖刀，刚准备关上身后的门，这时门又被外面的人用力地拽开了。是老公，他回来了。他突然的出现让眼前的男人吓了一跳，并趁他不备夺下了他手中的刀，直接吓跑了他。我也终于安全了。我们赶忙报了警，待警方来了之后赶去了 B 幢402，才发现这个屋子压根就没有人住。后来通过监控才发现，原来送错的快递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。这个人的快递是他自己放过来的，而我的快递也正是他取走的，根本不是快递公司送错了。还好老公及时赶回来，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